21世纪初，仇恨和争斗逐渐的减少了，大自然正慢慢的恢复它美丽的面貌。这个星球上所有生物的愿望和平似乎终于逐渐降临，殊不知正在此时，大变动开始。大家好，我是瓜皮儿，今天带来的是童年回忆迪迦奥特曼。地球生态逐渐恢复，一颗人造陨石飞了过来，胜利队第一时间搜集来了这颗陨石。尖村博士用特效把陨石切开之后，里面露出来一个倒放着的陀螺。在大家思考怎么抽它的时候，陀螺开始播放影像了，可是没有人能够听到他在说什么，除了大古。绝景拿起了一个高级翻译机，和帅气的野瑞在电脑上进行了一顿敲打，投影仪竟然出声了。他很有礼貌地再次从头说起，介绍自己是来自3000多万年前的地球警卫队团长幽莲。如果你们看到了这条留言，那你们就要遭殃了，因为我会是格尔赞和梅尔巴复活。开个玩笑，虽然怪兽不是奔着你们来的，但是你们同样有个任务，就是找到3000多万年前保护地球的巨人，并且让他们从金字塔内苏醒过来。想要让巨人复苏，只有一个办法，就是我没电了。大古非常坚定地告诉大家，一定要找到巨人。可尖村博士甚至不相信会有比人类更聪明的科学文明存在，所以这些东西还有待考据。在大家上地理课的时候，尖村博士亲自过来打自己的脸。这块陨石的确是在3000万年前诞生的。话音刚落，怪兽界的两大巨头戈尔赞和梅尔巴突然冒了出来。复活后的他们向着同一个方向赶去，正是巨人们所在的金字塔。胜利队刻不容缓，向着卫星定位的地点出发了。来到金字塔附近之后，众人并没有发现什么，而大古却听到了神秘声音的呼唤。他知道自己要被熬成汤了。进入金字塔后，发现了巍然屹立着的3个巨人。大家正在思考咋样才能让这3个大家伙复活呢？这时总部发来了讯号了，怪兽已经接近这里，大家必须撤退。深感无力的大古咆哮着离开。戈尔赞率先赶到，一个超音波光线摧毁了金字塔。当巨人暴露在外面的时候，梅尔巴赶到，哥俩非常默契地摧毁了另外2个远古巨人。话都说到这儿了，顺便给大家上一课。起初导演计划着拍3个奥特曼，但后来经费不足，只留下1个，也就是我们所看到的迪迦。戈尔赞心里清楚，如果迪迦的石像被毁掉，导演肯定不会放过他，所以他只是安详地躺在地上。被蒙在鼓里的大古一气之下，驾驶着胜利飞燕1号冲了过去，不料被击中引擎。紧急情况下，他对着跳伞装置一顿拉，结果飞机生气了，把他变成光给甩到了巨人的身体里，然后英勇就义。戈尔赞感觉差不多到时候了，一脚踩向最后剩下的巨人。突然石像动了，他的灯亮了，他变得有颜色了。戈尔赞猝不及防，被站起来的巨人给顶到了一边。起初巨人被2个怪兽打得毫无还手之力，突然他灵光一闪，变成了红色巨人，这可把他俩吓坏了。放大招指定没错呀！巨人管你是这个那个的，冲过来就是一个爱的抱抱加过肩摔，这可把戈尔赞给雷坏了，吓得他原地刨坑逃走。在天上翱翔的梅尔巴还挺美，巨人又灵光一闪变成了紫色，一脚就把他给踢了起来。趁怪兽还没反应过来，赶紧一个兰帕尔特光弹，梅尔巴原地爆炸。解决掉怪兽之后的巨人飞向天空，紧接着大古出现在伙伴们的视线当中。返回基地的时候，大古想起了当时幽莲说过的话，想让巨人复苏的唯一方法就是大古变成光。巨人的名字就叫迪迦奥特曼。第二天，在挖富士山的矿工们被怪兽加库玛变成了人间艺术体，所以并没有人真正见过他的样子。人们为此陷入了恐慌，请来了世界联合卫生组织。他们为了调查清楚到底是什么让他们一夜之间多出来这么多雕塑，于是派进去了3个小伙伴。好在这次加库玛给他们留了个活口，逃出去的那个人变得十分狼狈，但是带来了重要的情报。得知这里确实有怪兽之后， TPC 的总监向胜利队下达了改装胜利飞燕的任务。野瑞通过广播召集来了其余5人，就这样着手开始了把胜利队的飞机改造成对付怪兽用的战斗机的改造计划。大古和野瑞留在指挥室一起研究巨人的使用说明。听野瑞讲的头头是道，一脸懵逼的大古心想，你他妈怎么知道的比我还多呀？给大陀螺充好电以后，幽莲又显现出来，他依旧说着只有大古能听懂的方言。想让巨人复苏的办法只有一个，那就是大古变成光。野瑞听着大古逼逼叨，不知道在说些啥，选择离去。幽莲趁着没人靠近了他，为什么只有我可以听到你的声音？因为你是迪迦奥特曼。不是，我就是我。是颜色不一样的萤火。
你的确是英雄，迪迦奥特曼。谁要这东西？还给我！这是我的。真香！哎呀！总监来到现场勘查，矿工七嘴八舌地说加库码头上有1个角还是2个角，谁也说不过谁。总监也不管他3021，先埋他21箱炸弹再说。好巧不巧，怪兽冒了出来，炸弹攻击无效后，他选择胜利队听令，立刻出发。他们来了。改装完成的胜利飞燕2号一个破坏死光，消灭了加库码，大家沉浸在喜悦当中。绝景发言了，不过才一下很不过瘾呐，我真想再一次跟怪兽交手。好的，满足你这个愿望。第2只加库码出现在了飞机旁，巨山超力霸出现，这可给他吓了一跳。巨人上来就是一个大跳，坐在了他满是尖刺的背上。好在练过铁裆功，并无大碍。加库码想知道他是不是真练过，伸出爪子照着裆部来了一下，疼痛难忍的迪迦被打得毫无还手之力，紧接着被石化。大古突然想起使用说明书的内容，切换成为力量形态之后，石化被破解，巨人打断他的犄角，来了个举高高扔向不远处，然后就是一个迪拉修姆光流。第2只加库码原地爆炸。回到指挥室后，大古提议给巨人起个名字，副队长说他像山一样巨大，叫他巨山超力霸怎么样啊？还挺霸气啊。大古提议叫他迪迦奥特曼，最后全票通过。为了宣传迪迦奥特曼的事迹，居监会队长联系电视台，队员们称赞队长的美貌，就连大古也沉浸其中。丽娜吃醋了，基里艾罗德人将灵魂附在了主持人身上，看起来像个疯婆子。我告诉你们，地球马上就会重生，神圣的火焰将把一切污秽烧得一干二净，基里艾罗的人将统治地球，我马上证明给你们看。队长感觉事情不妙，拿起化妆镜自言自语，有人通过远距离控制把灵魂附在了主持人的身上。出了大楼以后，看到基里艾罗德人的暴徒行为，回到 TPC 基地以后，队长和各部门领导人开会。其实这里并没有多重要的剧情，但听到老爷子说了一句话，虽然现在是和平时代，但说不准哪天某个国家就会发动侵略战争。除了个别大国经常干这种缺德的事以外，貌似也没有了吧。开完会之后，居监会队长正打算回到自己的房间，走廊前方飘过一个特效，他一闪而过，给队长吓了一跳啊，还以为是自己过度劳累产生幻觉呢。回到房间之后，一个低配版的撒贝宁出现，安抚着他不要害怕，我是预言家，但不是什么好人，只不过是要告诉你，统治地球是我的活儿，你既然想成为信仰迪迦的领导者，那么我就要搞你。没想到你是这样的撒贝宁啊！话一说完就消失不见。接下来 K1 地区可遭了殃，整栋楼被损毁，里面的人无一幸免。看到这一幕的居监会队长垂头丧气的回到自己的屋中，突然想起之前被他摸过的照片上有着留下来的指纹，随着指纹的调查来到了他生前住过的地方，但这一切都被这个小贼看在了眼里。当队长进入屋之后，这个坏蛋飘了出来，用洞洞波潦草的打了个招呼，接着把他固定在墙上。基里埃罗德人试图用言语感化他，但此时大古赶到，用多功能手枪朝着他喷了点干冰，竟然给吓跑了。得知他们要原地爆炸之后，基里埃罗德人的下一个目标就是这里，所有人都表示不慌啊，等我先去改装下飞机，咱们一起过去。由于大楼即将爆炸，大古顾不得受伤的队长前去疏散群众。疏散完毕之后，胜利飞燕1号发动攻击，但队长来不及躲避，大古为了救他按下了神光棒的按钮，一个巴掌就给他捏昏过去。也不知道有没有发现大古的身份，基里埃洛德人终于出现，但是逼逼个不停。迪迦对他说了一句：孽畜还不现出原形。变大的基里埃罗德人还真不好对付，一番切磋过后，迪迦被他抓住了要害，然后俩人又互踢了一脚，真是谁也不让谁啊！再这样下去，指定谁也打不过谁。迪迦变换了形态，把他一顿削啊！不过很快就没有能量，开始挨揍了。逆境中的他借助科学的力量冻住这个反派，随之一个栽培利奥光线，基里埃罗德人原地爆炸，化身成为一地的旺旺碎逼兵。完事之后，绝景才说：奇怪了，大古呢？队长笑了。我是瓜皮儿，迪迦奥特曼，我们下期见。